嗨嗨，我是凯莉。如果家人出去一趟旅行回来后，却整个人都变得非常奇怪，你会不会觉得十分可怕呢？今天要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故事开始咯。老哥变得怪怪的了。虽然昨天他才刚跟女友2天1夜的旅行回来，但不管怎么看，他的样子就是怪怪的。因为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吃饭也不出来。老哥呢，是第一次跟家教甚严的女友去旅行，而他女友似乎是跟家里谎称是跟女性朋友一起去的。老哥出发前还十分的愉悦。午餐开饭前我真的很担心，于是试着隔着门跟他说话。老哥，你到底是怎么啦？和杨子吵架了吗？他没有回应。老哥，过了一会儿，哥哥以低沉嘶哑的声音回答了。如果杨子有打电话来，帮我跟他说我不在。果然是吵架了吼。算了，总之现在吃饭啦。之后不管换他几次都没有任何回应，于是我就放弃了，回到客厅吃老妈煮的饭。傍晚，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因为老妈已经出门买东西，所以我接起了电话，是杨子。我是杨子，梁一在吗？那时我迷惘着该不该告诉他实话，不过他既然打到家里来，就代表老哥没有接他的电话吧。我困扰地想着，现在老哥的头脑还没冷静，要是我随便代替他回答，那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糕吧。而且呢，比起那些，老哥事后对我脑袋的鹰爪制裁才是我最害怕的。于是我回答了，不好意思，现在他刚好出门了，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找到啦。为什么他似乎很开心的这样说了之后，就突然的把电话挂断了呢？也许是我多心了吧。在挂断电话前，我似乎听到他呵呵呵的笑着。为了缓解自己浮躁的情绪，我持续的看着重播的综艺节目。晚上，家里的对讲机响了起来。来了，老妈走了出来，是杨子耶。此时差不多是晚上10点吧。家教非常严的杨子居然在这个时间点外出，这让我们相当的惊讶。老妈用眼神询问我该怎么办，不过现在已经很晚了，让女生这样透过对讲机交谈有些不好。总之，先让她进来玄关再说吧。老妈说着等一下哦，就朝着玄关走了过去。我听到了老哥在2楼不知道叫了什么。咔啦，玄关的门打开了。在那个同时，母亲发生了震耳欲聋的惨叫。我被吓得缩起了肩膀。在客厅掏耳朵的老爸也维持着耳掏子放入耳中的姿势，缩着肩膀。我虽然想要赶快去玄关问母亲到底怎么了，可我却动不了。我动不了。我的肩膀高耸在脸颊的高度，像是被紧紧的捆绑住一样，完全动弹不得。即使想发力，却还是动不了，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只能勉勉强强的转动眼睛。我用眼角余光看到了老爸，看来他也跟我处在相同的状态。连接玄关和客厅的门打开了，玄关传来衣服摩擦的声音，显示着有谁要过来了。是杨子。不对，这是杨子吗？我看见了黑色连身洋装的下摆。以前我曾见过一次杨子，现在在我眼前的人和我记忆中那走清新路线的杨子完全是不同的样子。蓬松的黑长发像刚睡醒般凌乱地纠结在一起。虽然不到《七夜怪谈》里贞子的那种程度，不过也有些许的法术垂在脸前。原本皮肤白皙，不过线下露出的脸和肌肤却是失去血色般的惨白。走路方式不知道为什么是已经称得上异常的内八，而右手是打横的触摸着墙，左手则朝着前方伸直，不断的挥动着。对，他就像是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到，可是家里现在灯火通明，所以才可以清楚的看得到他这诡异的姿势。在通过门的时候，杨子慢慢的把脸转向我这边。我把叫声硬生生的吞入腹中。正确来说，我其实是发不出声音。他的眼睛很奇怪，就如同文字所叙述的，眼睛很奇怪。眼白的部分染上了鲜红色，已经不是严重充血的程度，布满整个眼白的血红要滴出来似的，而且
眼珠黑色的部分是白色的，正确来说是上面覆盖了一层半透明的浊白薄膜，似乎对上了眼了。不过不知道他的眼睛有没有对焦到，就像以前在国外 B 级恐怖电影里看过的德古拉的眼睛一样。不，现在在我面前是比那个更加恶意满载，光是看到都吓得快哭出来，非常恐怖的眼睛。然后杨子用那双可怕的眼睛盯着我，表情扭曲，以很高兴的语气这样说了：说谎是不行的哟。杨子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将头转回，继续摸索着往2楼前进。过了没多久，在听到老哥惨烈的呼嚎的同时，我也失去了意识。隔日早晨，我最先清醒了过来，老爸手中还拿着耳套子，依旧昏厥着，老妈也倒在玄关。可耻的是，我不敢一个人去老哥的房间，我不小心想象了那东西在我开门的瞬间倏然回头，阴狠狠地对着我笑的场景。于是我把他们两个都叫了起来，一起去了老哥的房间。姑且就敲了几声，打开了房门。杨子并不在。老哥他还活着，不过已经不是原来的老哥了。他呆滞地维持着大笑的嘴型，唾液滴滴答答地往下滴，视线飘移，头不断地左右交互摇动。老哥，喂，老哥。虽然有怎么叫都是白费功夫的预感，但就是无法停止叫唤。不过最后的结果并没有违背我的感觉。老妈当场崩溃大哭，老爸则是带着似悲似怒的表情，咬着嘴唇。老哥变得怪怪的了。之后父母帮哥哥退了学，并让他住院，不过到现在也已经过了半年了，他还是没有复原。其实我已经感觉到原本的他已经不会再回来了，而杨子则是消失了，连同他的家人们。老爸也联络了警察跟征信社，试图想找出他们的行踪。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杨子是因为向父母说谎的事暴露了，所以才遭到了什么惨事吗？听说过杨子的家教非常严格，难道那个家有着什么奇怪的血统吗？至今为止，我还是完全搞不清楚。今日份的故事已经结束了，大家还喜欢吗？前一阵子我在网络上也看到类似的文章，说是他妈妈出去旅行回来后，精神状况变得很不好，整个人都变了一个模样。送医治疗后，医生判定是谵妄症。不晓得呢，大家对于今天的故事有什么想法呢？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最后，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每周六晚上8点半会上新片，我们下次见咯，拜呢。